看什么呢？哦，你来了。我来了。我这正看二项乐园的新闻呢。什么新闻？哎，你看，这人说阿基维利跟阿哈有过一段。什么叫有过一段？人家那是一起同行过一段旅程，那不叫有过一段啊？这个意思呀？对，这个意思。哦，那这条呢？你看，这人说的信誓旦旦，现在都在传是纳努克帮阿哈炸了星穹列车。哎，有道理。你想纳努克胸口那个道子跟列车那个斜率就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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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们在胡说什么呢？别信，都是小道消息，炸车行为明显阿哈全责。不是，那这新闻到底有几条是真的呀？来，再看看下一条吧。说是痛失车厢，帕姆记了很多年仇，列车正在全速赶往幻域之地，找阿哈算账来了。好，我知道了，这也是假的，是吧？哎，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好了，别在这听八卦了，有什么想知道的，我们一同前往二项乐园。What does it mean to become an Eon for a minute? Are you here to join the Fantasy Moon Games? The master who? And who gets to define elation? Astral Express has arrived. Welcome. This is the real Planarcadia. A paradise woven from elation and wild imagination. After 15 years, now that the Fantasy Moon of Elation is full again, the Fantasy Moon Games will begin the schedule. The game where the winner becomes an Eon. To all of you watching, you reckon I'll win? Who else dares doubt Sparksy? We will take flight! Sparksy blazing bright! Come and party till the end of the world! This Arcadian world faces an extraordinary danger. Who are you? The Seer Strategist, General Yao Guang. I see where the culprit is. There are signs the Fantasy Moon Games are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8 masks, 8 supplicants. Come closer. The Herald of Death is back. The Fantasy Moon Games must not fall into the IPC's hands. Serious Xianzhou criminals attempting to join the Fantasy Moon Games. The audience is all alive. Our hero declared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Fantasy Substitutes has commenced. Whether or not you're walking on the path of elation,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and good evening. 欢迎来到《崩坏星穹铁道》4.0版本满月是神不在的时间前瞻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各位开头者好，我是少基。家人们好呀，我是 Fish。大家好，我是乐达。这烧鸡 Fish 苏乐达，咱这凑了一桌菜呀。嘿，吃饱了才有力气开拓嘛。毕竟4.0版本呀，我们星穹列车就要驶向下一站幻域世界2项乐园了。这一直以来啊，幻域星神都给人一种荒诞不经、特立独行的感觉。哎，我很好奇啊，为什么咱列车要去他的地盘了呢？这不是因为上一站温法罗斯发生了一点寰宇皆知的小动静吗？铁幕是吧？那很皆知了。确实是。是，这是你知我知，人尽皆知。既然各方势力都行动了起来，以阿哈的性格，怎么可能没有反应呢？啊，原来如此。那看来此行是要跟阿哈打交道了。那信仰这样一位离谱星神的世界，想必一定也很离谱吧？有可能哦。大家都知道，阿哈最喜欢热闹，2项乐园就是他的游乐场。这个世界被各式各样的娱乐游戏统治，人们也都乐在其中啊。难怪外面的世界风波不断，这里看着还是一副这个其乐融融的景象啊。这该说这里的人们很松弛吗？毕竟这里的人啊，他们都是欢愉的信徒，甚至在这里啊，连斗争和冲突都是用游戏来解决的。在这当中，最瞩目也最疯狂的一场，就是列车组此行的目的——幻月游戏。幻月游戏，是跟这个存在感很高的月亮有关吗？没错，这里直奔重点。幻月游戏是阿哈亲自设立的游戏，胜者不仅能得到觐见他的资格，还能获得成为1分钟星神的奖赏。不是1分钟星神，咱玩这么大吗？就这么大，你想想，阿哈可是干过把全部神力送给一只虫子的事情，区1分钟星神也没那么奇怪啦。我已经开始幻想了，要是能当1分钟星神。
我希望我的年终奖翻倍。哎，真没创意。哎，那你来个有创意的。如果是我呀，我会让整个宇宙都变成回合制。嗨，什么呀？你这个愿望可能有人已经许过了。那对于分钟星神开拓者们，肯定也有很多想象吧？但要注意，这可是阿哈的奖励，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哎，怎么说？据说曾经有位圣者试图杀死欢愉星神，结果这话把阿哈逗乐了。他说：“诶，欢愉星神，那不就是你自己吗天啊，然后呢？？”然后就没人再见过这个人了。咦，看来许愿还是要谨慎啊，当我没许过吧。小心点儿。是啊，跟阿哈玩游戏，最终解释权也在阿哈手里，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让全宇宙彻底疯狂。哎，先不说宇宙，我们来看看这座游乐场长什么样吧。首先，列车的第一站是二维市，它坐落于二项乐园中心，是这个欢愉世界的入口。哎，这二维是看着挺三维的呀。这名字是有来头的，历史上二项乐园曾经被拍扁过，变成了一幅画。原来是这么个二项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那个时代的遗产。啊！你是说这些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这些奇形怪状的生物吗？没错，它们就是这个世界特殊物种换造种。比如画面中这个长长的生物是负责迎接列车组的站长猫条，而他管理的当地列车叫做疾风龙。还有盘踞在高塔上的雷球，负责整座城市的 WiFi 信号。不是，你的意思是这些公共设施都是活的？没错，人家可都是勤勤恳恳上班的。我也在勤勤恳恳上班呢。哎，我以为你当主持人是为了找乐子。哎，我怎么可能呢？我这勤勤恳恳的制造节目效果呢。没错，在二项乐园，换造种们工作也是为了节目效果。为了维持存在，他们必须从人们身上源源不断地获取愿力，换言之，就是要吸引人们的关注。啊，明白了，就是全体目光向我看齐啊！没有关注度的话，他们就会消失。没错，所以啊，你能看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有人在整活，要想活得有活啊！这就是二项乐园，一个流量至上、娱乐至死的世界。既然名为乐园，城市里也有许多值得一玩的游乐设施。比如说，你可以在拍立得机器跟角色朋友们合照，或者走进电话亭接个电话。在场景中还散布着一些神奇的入口，通过它，开拓者就能进入二维世界，领略乐园的另一面。啊，所以叫二维市啊。哎，不过这个开拓者怎么变成小动物了？这是帕姆吗？哦，不是，哎，它叫开拓妖精，是开拓者个人 IP 的化身。哎，你等会儿，开拓者都成 IP 啦？这可是二项乐园啊！你有所不知，以列车组为原型的漫画《苍天航路荣荣号》，现在可是在乐园火得一塌糊涂。苍天航路荣荣号，不会就是这些小家伙吧？哎，没错，就是他们。这个球棒浣熊倒是一看就是开拓者。旁边那个粉色的兔子是三月七吗？是的，3月7叫3月兔，当横叫汪汪丹，机子叫机器猫。哎，那杨叔呢？杨树嘛，就叫杨树，就叫杨树。不是，这合理吗？那杨叔就叫杨叔，我也就认了。那他为什么不是一只羊呢？可能是因为我们杨叔人狠话不多吧。但你说的也有道理，也许漫画作者画新人物时会采纳你的建议哦。行吧，那我就期待一下吧。啊，不过真没想到啊，咱们列车组的知名度居然这么高。做好心理准备吧，说不定刚下车呀就会被粉丝给围堵住了。其实还有另一层原因，这个世界对星穹列车也有特殊的意义。二项乐园是机子的故乡，15年前列车就是在这里再度启程的。哎，我好像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啊！原来这里是机子的故乡，列车以前是坠毁在了阿哈的地盘儿，啊，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呐！嘿，今年没准我们能看见更多领航员的故事呢。是更多领航员还是更多故事？我不知道啊，你猜？哎呀，又藏这么多秘密啊，手机老师。哎，那还是说回乐园吧。准备围堵列车组的，现在不只有狂热粉丝，还有当地的媒体朋友。比如大家看到的这家由狸猫们经营的杂志社《迪狸周刊》，无论银河轶事、本地八卦，还是烟火气十足的乐园种草，都逃不过狸猫记者们的眼睛。这次他们也是有备而来啊，员工阵容那是相当豪华，有王牌记者普利策、知名编辑狸猫幻太子，还有李小龙、李小虎、尤利安、比利。不是这么多梨，那刚才开头的八卦应该也是他们写的吧？狸猫是犬科，所以他们是狗仔，非常对。哎，我们小狸猫都是很优秀的撰稿人，他们只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艺术加工而已。那除开这些喜剧桥段，在二项乐园，开拓者还将体验到一段青春的校园时光，就在二维市闻名遐迩的艺术院校绘视学院，这里也是机子的母校。哎，在二项乐园呢，绘视学院的学生们会在这里学习制造换造种的方法。啊，原来是这么会试呀！没错，
所以这些学生们也可以被称作会师。能看出来，同为艺术院校，这里和折纸大学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已经能想象到开拓者坐在天台吃午饭的这个画面了。哎，那座位会安排在倒数第2排靠窗的位置吗？你还挺会挑。啊，不过咱们这个话说回来啊，看了一圈，感觉这个学校里面最艺术的就是中庭的这一幅巨作了。这是二项乐园著名的富士昌浪图，画的是歌川的浪花。哎，歌川，歌川又在哪儿呢？歌川嘛，那当然在歌川区。歌川区就在二维市内，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区。夜幕降临时，长河映照出两岸绚丽的灯光，非常漂亮。乐园的夜景啊也很漂亮啊，真想在这条河边散步。哎，但歌川区算是比较混乱的地区，闲逛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啊。合着其他地方不混乱吗？不是一个乱法，你看这里拐个弯都能遇到巡逻怪啊，所以歌川也是乐园的决斗圣地，经常有人相约在河畔死斗，最后两边谁都没来。嗨，原来是这么个歌川啊！割了。除开这些，歌川区还有一个秘密，这里藏着欢愉酒馆的入口。先不展开，大家后面会见到。好的，感谢各位的介绍。那看完了我们的场景，是不是终于该轮到我们4.0的主线故事了？哎，我可是一直惦记着这幻乐游戏呢。哎，那阿哈的游戏到底是什么规则？规则就是没有规则，阿哈的游戏怎么可能墨守成规？幻乐游戏的宗旨只有一条，在这座娱乐至死的城市吸引足够多的目光，也就是愿力。至于方法，百无禁忌，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点，开局一张面具，接下来如何争夺那1分钟精神的奖励，就各凭本事啦。啊，原来如此。所以这面具是入场券啊，戴上了就要整活搞事儿，看谁的阵仗更大。理解正确。不过幻乐游戏总共只有8枚面具，要搞到入场券本身就不容易哦。哎，那有没有什么好门路呢？那门路可多了。在以往的游戏当中啊，有些人的面具是抢来的，有些呢是花信用点买来的，还有些人是祖上传下来的，甚至还有人是自己画的。我这行吗？我这还有2个呢，完全可以啊！我也给盖上。我跟你说个更简单的，你要后期直接在你脸上打一个横条。是的，那些循规蹈矩人才入不了阿哈法眼。啊，虽然这个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幕啊，但是这届幻乐游戏的热门候选，感觉已经可以窥得一二了。哎，知道你想问什么？其中当然有我们的开拓者代表星穹列车出战。此外，这次和星穹列车一起前来的，还有一位仙州联盟的天将啊，这个我知道啊，在2.5跟3.7版本他都登场过啊，不过之前好像一直都是远程通信的状态，只有声音。对，没错，玉阙的荣涛将军姚光，他的头衔可多了，我建议尊称他为变质阁务院荣誉院长、十方光影法界之主、仙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行权传人荣涛将军姚光。哎，咱就这么点时间，我建议啊，就直接简称他为姚光。姚光将军啊，跟我们的老朋友福太卜可是师出同门。他呢是福太卜的师姐，在联盟面对种种问题的时候呀，也总是需要姚光来卜算出一个结果。哎，好艰巨的任务啊！我听着都感觉压力山大了。不用担心，卜者间有句传言：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他干。姚光可是仙州人眼中的福神，人人都得称一句姚老板。凡事有他在，总能化险为夷。没错，姚老板大吉大利。哎，所以姚光这次过来是代表仙州参加幻乐游戏吗？没这么简单哦。姚光在2项乐园的经历可以说是一波3折。具体的肯定不会在这里展开，但这几天就会有一条短片专门讲述姚光将军出发前的故事，不妨期待一下。好，那除了姚光，还有其他人的信息可以透露吗？我很好奇啊，会有什么对手？还记得我们认识的假面语者花火吗？啊，花火也要参赛？是也不是，最近2项乐园出现了另一个花火，他自称火花，是乐园最火爆的主播。这花火，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啊？哎，我听过这么一种说法，银河中有位花火猎手，他走过一个又一个世界，四处狩猎花火。听你这个说法，这怎么花火像个种族啊？那花火跟火花打起来的话，应该支持谁呢？当你这么想的时候啊，恐怕就又中了火花大人一计喽。啊，也对，啊，那我就谁都不支持，哎，我就在旁边自己开个直播，美美掐流量。不错，你已经深谙2项乐园的生存之道，无论谁赢都很欢愉。总之，观众赢了。顺带一提，花火本人也会在4.0登场，不过这一次呀，他是站在咱们开拓者这边的。瞧你说的，花火哪次不是站在开拓者这边的？也对，不愧是人美心善的花火大人啊。不过这次性质可不一样啊，乐园第1主播火花那可是实打实的劲敌，就算有花火大人助阵，咱们开拓者也千万不能轻敌啊。
哎，我这还有个小道消息，听说火花最近接了个大商单，很快就要发布喽。哎，那我倒要看看这位乐园一姐能整出什么活了。哎，除了上面两位啊，还有一些势力也来到了二项乐园，比如我们的老朋友星河猎手，这次派出的角色是银狼和刃，而且除了剧本上的任务啊，他们两个似乎还另有其他的目的。刃嘛，倒是不好说。哎，但这个游戏的世界听着就很像是银狼的主场。哎，我记得之前那个前瞻前的 PV 里啊，银狼还放下豪言啊，说什么要怎么收场就由不得剧本之类的。太狂了，他到底是说着玩玩的，还是认真的呀？说明人家这次要认真玩玩了。毕竟之前银狼一直都在打辅助嘛，这回到了欢愉的世界，没准人家可要展示真正的操作了。那就期待他大显身手了啊！除此之外，二项乐园的名侦探不死兔先生也会以他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场游戏。哎，来了！你看本地人来了。众所周知啊，有名侦探的地方就会有意外啊，那说明这个游戏不出意外的要出意外了呗。放心，还有公司兜底呢。哎，是的，名义上二项乐园也是公司的属地，由战略投资部管理。公司希望以幕后操盘手的身份来影响整场游戏。战略投资部，那也就是说，实行时人珍珠是乐园的首席执行官。列车抵达时，他会以东道主的身份迎接开拓者等人。看来这场幻乐游戏的阵容真的很豪华呀！啊，看到这里啊，我就只剩下一个疑惑了，也就是在我们前瞻前的 PV 里啊。除了二项乐园，知更鸟还提到过一个地名千星城，这又是……哎，那就到了预告环节。4.0 版本有关欢愉的开拓任务同样会持续1年，而这次故事的舞台就不止二项乐园一个世界了。下半年，列车还将去往星际和平娱乐的总部，也是通四的度假胜地千星城，敬请期待故事的发展吧。好。哎，不过二项乐园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没介绍啊？哦，对了，欢愉酒馆还没讲呢。哎，你懂我。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再为大家呈现更多二项乐园的精彩实况。OK， 那按照惯例，导播来放兑换码吧。头回上街好紧张啊！别紧张，我更紧张。你站起来动会儿吧。大家第一次都这样活动。一会儿吃饭了，行，那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好，拜，歇会儿。拜，辛苦了。辛苦了。我喜欢你的出场方式，欢迎来到欢愉酒馆。这给我整哪儿来了？二位老师，你们怎么也在这儿呀？大家好，我是战斗设计汉子。大家好，我是战斗设计菜菜。愣着干什么呀，露露老师？随便坐，呀。随便坐。不是我坐这儿吗？啊，这可是欢愉酒馆啊，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规矩，想坐哪坐哪。坐吧，没关系。不是，刚咱不是说这是一个酒馆吗？啊。但为什么有这么多马桶在这儿？这里面是有说法的，我来带大家看一看啊。好，欢愉酒馆呢，又名世界尽头酒馆，是假面愚者们非常重要的社交场所，更是能帮助来客们倾吐烦恼的所在。简单来说呢，就是帮助大家释放坏情绪的地方。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啊，在这里发生都不会奇怪。对，听说连这里酒桶里装的饮料都是愚者们用硝环酿成的。是的，虽然入口看起来跟其他正常的酒馆差不多，但里面别有洞天。除了愚者之外呢，只有极具幽默感的客人才能进来。头顶上绚烂的 disco 大灯球，还有供宾客们狂欢的舞池，都是愚者们能常年保持乐观心态的秘诀。毕竟有位著名的假面愚者曾说过嘛，如果生活残酷，那就摇起来，把体内的悲伤摇匀就行了。我刚才真的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在听二位这个讲解啊。我们也很认真啊。我现在觉得你们俩病得不轻啊。没事，我们有病房啊，还有病房呢啊。无论来的是假面愚者还是其他客人啊，酒馆都为大家提供了24小时不间断的病房服务。如果你在酒馆里面捅了什么篓子，就可以来这里看看。我听说啊，有些同事上班上疯了，也会来酒馆里面病房躺一躺，缓和一下。常情。不是，咱们都这样了吗？非常认真。酒馆的大门其实与诸多世界相连。如果不喜欢病房的话呢，这里还有许多不同主题的房间，对，非常方便。其他区域还展览着许多愚者们的藏品，虽然不知道他们意欲何为。比如这里
就摆放着一只巨大的星穹可供参观不。是，这都什么跟什么呀看着就？非常的值钱。我原本真的以为咱们这个欢愉酒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各位假面语者们在这里交流一些心神秘闻探讨欢愉哲学的一个地方。非常严肃，但是呢没那么正经。是这样吗？对，而且酒馆听起来呢，更多是会遇到奇怪的同伴，找 NPC 接任务的地方。这个倒是的，对的，对的。既然人都到齐了，我们2位 NPC 就给大家讲点情报吧。哎，好呀，好呀，好呀。在2项乐园的世界中呢，所到之处皆是欢愉，甚至连战斗也都在欢愉星神的注视之下。哎，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那个表情包哦。请阿哈时不时来看看有没有乐子。你说的对，哪里有乐子哪里就有阿哈。每当我们队伍中出现欢愉命途的角色，或在挑战一些怪物时呢，战斗就会产生笑点了。这不仅会迎来阿哈的关注，当他看得兴起，还会亲自下场，领衔出演阿哈时刻。在此期间呢，他会带领队伍中欢愉命途的角色同台表演，大展绝活。来看看瑶光，在阿哈的带领下，瑶光为敌人沾得了胸签，使敌方全体受到的伤害提高，并在造成伤害的同时恢复战绩点。火花也紧随其后，开启热闹的粉丝抽奖，人人有份儿。对敌方全体造成大量伤害后呢，还会对敌人造成多段弹射伤害。当表演结束时阿哈表示，好活当赏看爽了，给全队的欢愉角色来点增益。然后处于增益状态下的欢愉角色们呢，还会获得额外的能力听起来我们这个欢愉命途真是卧虎藏龙啊！那必须的。先说瑶光吧，他是个非常与众不同的将军，身上没有上位者的压迫感，做事呢很有自己的风格。相信在 4.0 版本的故事中，大家也一定能感觉出这位将军行事的妙处。确实我觉得他的思考模式就很奇妙。虽说是卜者，但是呢，这个卜算并不是玄学胡猜，他能获悉未来数以万计的可能性。这些信息经过密集的演算推占后，让他做出最有利于当下的判断。那用咱们现代人的话来说，这是不是就是大数据大数据不过我看他身上有很多这个雀灵的纹样这个是不是跟他的能力有什么关系呢？是的，孔雀正是瑶光的地宫威灵，也是他占卜能力的来源。战斗中，瑶光会使用雀灵组成的羽扇向敌人发起攻击，对相邻的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恢复更多的能量。而吉凶签是瑶光把控战局的重要道具，他的战绩将展开一个挂满吉福与好运签的结界，为我方带来增益的同时呢，还能让队伍获得笑点。吉星高照在这个吉福的照耀下，作战的气势都不一样了我的气势也不一样了，我感觉我的运势在蹭蹭的往上涨没错没错，最重要的来喽！瑶光的终结技，除了能让我方的队伍获得笑点之外呢，还会立刻获得一次额外回合的阿哈时刻，并为我方全体队友添加战斗增益。一次额外的阿哈时刻，是不是也意味着阿哈可以带着我们的欢愉队友们多表演一系列的欢愉技呢？那是当然。如果再加上队伍本身的阿哈时刻甚至可以让欢愉队友们连续开启2轮表演。不愧是咱们的瑶光将军倍儿有面儿。那毕竟是福神听说阿哈来了仙州都要拜了瑶光再走。有这么一回事吗？不过咱们这个话说回来刚才看这个孔雀开屏的效果，我觉得真的是太惊艳了这个吉福环生对，非常的大吉大吉大利。但对敌人来说就没那么幸运了。瑶光的欢愉技会向敌人掷出凶签，让全体敌方受到的伤害提高，同时为我方队伍恢复战绩点。表演结束呢，瑶光获得好活儿当赏。俗话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瑶光会为队伍施加增益，让队友的攻击能额外造成1次欢愉伤害。若该攻击消耗了战绩点，伤害则会进一步增加哦。所以我使用战绩点可以让这个效果变得更强。没错。那除了能为队伍带来强力的增益之外，大家的财运也会源源不断哦。这个我喜欢。只要瑶光位于队伍中，击碎地图中的可破坏物时，就会立刻获得红包。开启秘技再进入战斗，瑶光还可以自动触发战绩的结界哦。不是，这个财运真得接一下吧？接一下。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乐子人吧。就是我们风靡我们2项乐园的网络主播火花。当当，你看他能整的活一定很多。
确实，幻乐游戏的本质就是整活、吸引流量，用放肆疯狂来形容这位主播啊，是再合适不过了。作为幻娱世界的顶流，火花的粉丝数一直在稳定的增长。平时他也会积极营业，回馈粉丝们的支持与喜爱哦。哎呦，好可爱的舞蹈呀！火花一定很感谢你的支持。所以记得多去直播间给主播刷礼物哦。哦，在哪儿呢？当然是在战斗里了。对火花来说呢，直播自己与敌人的实时战斗画面是再好不过的涨粉选题。开启战绩呢，火花将直接进入直播间，与敌人展开紧张刺激的 PK 打宝。在此期间呢，每点按一次战绩按钮，都会为火花刷出随机的礼物。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刷出超级大火箭啊！不是，我以为你刚才是开玩笑的，这真能刷礼物啊！真能刷。哦，那有可能连续出火箭吗？运气好的话，当然是有可能的啦。刷礼物的时候啊，战绩点消耗的越多，队伍能获得的笑点就越多，也能大幅提高 PK 结算的伤害哦。随着粉丝们的应援呼声越来越高，主播火花也在与敌人的 PK 中大获胜利。是的，不同的礼物也会为队伍恢复不同的笑点和战绩点，都是随机的，全靠运气。红红火火，黄黄呼，花火火花啊！花火火花。火花在啊哈时刻中呢，会开启热闹的抽奖，除了对敌方全体造成大量伤害，还会对敌人造成多段弹射伤害。它的终结技会用超大的手指棒把敌人拍扁，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获得笑点。好活当赏状态下，每在 PK 中刷出一次礼物，都会在结算时对随机一个地方目标造成欢愉伤害。终结技呢，也会额外造成欢愉伤害。哎，这个手指棒有什么说法吗？哦，这个是二项乐园非常流行的网络文化。你会发现火花经常用它来点赞、点彩，还有敲打敌人，非常好用。地图中释放秘技，火花还会把敌人拉黑，让敌人无法发现我们。进入战斗后，会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并获得战绩点。哎，我刚才看到队伍里的花火，看起来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花火火花嘛。在这儿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在 4.0 版本啊，花火、黑天鹅两位角色将会迎来加强。刚刚大家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加强后的花火哦。首先，花火的终结技能为全队恢复6点战绩点，溢出的战绩点还能储存起来，在队友回合结束时进行补充，并且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呢，花火释放战绩还能不消耗战绩点。此外，它的战绩持续时间也会延长至2回合。哦，怪不得刚才这花火火花的啊！这个配对里面虽然在狠狠的给主播刷礼物，但是这个战绩点并没有出现不够的情况啊！这俩人真是这个左脚踩右脚啊！是的，是的。那再来看看加强后的黑天鹅吧，它可以使我方全体更快地为敌人叠加奥技，并且可以结算超出上限层数的奥技，从而造成更高的伤害。此外呢，奥技在回合开始时也能够保留更多的层数，不会重置回1层了。是的。另外啊，黑天鹅能够使我方全体造成的伤害提高，使整个队伍输出更上一层楼。好的，感谢2位老师。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4.0 版本的卡池信息吧。首先呢，2月13日开服后，限定5星角色瑶光以及限定5星光锥，当他决定看见的获取概率将会提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瑶光及其光锥的卡池将持续整个 4.0 版本。第1期的跃迁活动也将开启，限定5星角色长夜月、海色鹰、黑天鹅将会同时复刻。限定5星光锥至长夜的星光、海洋为何而歌、重塑时光之翼也将复刻。而3月3日起将开启第2期跃迁活动，限定5星角色火花与限定5星光锥花花世界迷人眼的获取概率也将会提升。第2期特殊的跃迁活动也将开启，限定5星角色克律德拉、乱破、花火以及限定5星光锥惊血铭刻的时代、人法帖、缭乱破魔游戏城环将会复刻。4.0 版本也新增了2张欢愉命途的4星光锥咕咕嘎嘎历险记和今日好手气，以及2张3星欢愉光锥。行迹材料也有所更新，新增了寻猎命途的行迹材料天谴血毛系列，以及欢愉命途的行迹材料荣荣号典藏版合集系列。在 4.0 版本期间，开拓者还可以使用其他命途材料1:1兑换一定数量的荣荣号系列欢愉命途行迹材料哦。是的，我就准备换了之后用来提升瑶光或者火花的行迹。4.0 版本也会有全新仪器副本魔毡之境侵蚀隧洞，
可以获取闪耀功勋的魔法少女和应天射远的捕者2套全新仪器。这个版本还有双倍活动，方便开拓者获得更多养成材料。好，感谢2位老师们。那说回这个2项乐园啊，除了咱们这个立场迥异的角色们，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少不了跟换造种们打交道呀？确实是打交道啊。先来看看热度最高的一位吧，火花大会。它是火花收集众多愿力后进化的形态，开拓者将参与到这场热闹的实时直播。毕竟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不能用流量解决的。他会邀请我放一名幸运儿进入内场直播间，与他来上一场人气 PK。这意思是说我方队伍还会分别在2个场地作战吗？没错。外场的队员们呢，可以通过直播屏幕来协助内场这位正在参加 PK 的队友，帮助他提高热度。哦，我懂了，连麦 PK 这一块是吧？对，连麦 PK。在内场 PK 中获胜呢，队伍会获得1次额外的阿哈时刻。不过万一队员在 PK 中失败了，那就要接受主播的惩罚喽。除了流量至上的火花大会之外啊，还有一些有趣的换造种生命，比如说这只沉浸在绘画艺术中的画板孔雀，它会在战斗中肆意地展开艺术创作，虽然画技比较堪忧。还有应当地时尚潮流而生的攻击性阅读物，会播放变身咒语的全自动魔仙棒等等。当然啦，这其中最有趣的还要当属狸猫记者，它会出没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鬼鬼祟祟地跟踪我们，试图获取第一手报道。被发现后呢，狸猫会机灵地藏起来，仔细观察身边不同寻常的地方，就能揪出它们，友好地交流一下子啦。那么感谢2位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情报。那么接下来呢，到了我们这个看动画片的时间了。那让咱们先休息休息。等会儿还有很多有趣的玩法跟活动带给我们的开拓者。来，给你一根。哟，谢谢哥。好嘞，那让我们稍后见。Lucky Across the Blue is now a cartoon! The conductor still couldn't hold on. How long are you going to be depressed? We can't go back to the past! March! The conductor can still be saved! Let's go! Our trailblazing is just getting started! 开拓者好，欢迎回到《崩坏星穹铁道4.0》前瞻特别节目的现场，也欢迎2位新朋友。大家好，我是生态设计梅奇。开拓者好，我是玩法设计鲸鱼。欢迎2位。不过我刚刚就想问了，咱们这现在是在哪儿呢？准确的说，我们现在就在2次元 Jump 的平台上。毕竟在欢愉星城的游乐场嘛，发生什么都不意外。哦，2次元 Jump， 我们现在在2次元了吗？没错，2项乐园曾一度沉入画中世界，被公司打捞出来后，这便是那幅行星级画卷在现实的残余。在2维领域，人和换造种的画风都会变化，也能做到在现实中做不到的事情，比如2段跳，比如超近路在10秒内完成通勤什么的。跨越次元壁进入2维后，开拓者就能化身开拓妖精，通过 Jump 来探索世界。哎，我们这就有膝盖了。不光可以原地跳跃，还可以在空中连跳，前往以往完全无法想象的地方。3年了，我等了3年了。哎，我们这开拓者的膝盖终于给它装上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开拓精神呢？是的，而且呢，开拓妖精还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和技能，比如说用弓箭射击和关卡里的各种机关啊、物件啊互动。比如说你左边那个其实是一个炸弹按钮。那我离它远点。不仅如此，特定关卡内技能还可以升级，比如弓箭升级后会变成马桶揣子，能栖在墙上当立足点，是不是非常科学？不，等会儿，马桶揣子，
不愧是阿哈的这个游乐场，确实有活啊。不过虽然但是啊，那么多经典的游戏，比如超级洛索尼这些啊，我们小时候都玩过了，咱们有啥不一样的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也并不满足于重温电子游戏早期的美好回忆，我们希望借助2D 视角和平台跳跃的操作模式，来重塑大家熟悉的3D 箱庭探索体验。啊，就是你前面说的那个超近道10秒完成上班通勤是吧？未来2次元 Jump 还会随版本更新加入更多机制和关卡，开拓妖精也会有新形态、新技能。在2项乐园，永远会有新的乐子在等着大家，听着就很让人期待了。而且大家放心，我们主打的就是轻松有趣、畅快跑跳，甚至是单纯的观景。有了膝盖之后呢，快去平时去不了的地方看看那里的风景吧。如果不擅长跳跃也不用担心，主线里有一键开拓功能，能直接传送到达目的地。这个听着好呀，这个感觉好方便啊。当然，我们也为喜欢挑战的玩家准备了高难度关卡。通过跟街头的游戏机进行交互即可体验，说不定你的名字会出现在好友排行榜上哦。那等一下啊，如果我真的不擅长跳跃怎么办？这个奖励我还能拿吗？也是会有些小手段可以降低难度的嘛。你可以通过在地图中寻找陈灵，开启游戏机的金手指模式，来大幅降低难度。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一定要去试一试了。而除了2次元 Jump， 这个世界还有一项叫做2次元 Rotate 的游戏。在探索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失去了色彩的幻造种，它们急需开拓者的帮助。这个 jump 好理解，就是上蹦下跳着玩嘛。那 rotate 的意思是旋转，这又是怎么玩的呢？在2次元 Rotate 中，我们能够旋转视角，让关卡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道路，帮助我们抵达被染色固化的结构。回收结构上的颜料，就能帮助幻造种恢复它们原本的色彩，收获他们的感谢和奖励。感觉这个视角的转动好奇妙啊，相当于关卡有4个面，然后每个面看过去都是一个不同的场景。没错。而当我们体验完一张地图中所有的2次元 Rotate 关卡之后呢，会发现恢复色彩的幻造种们都来到了一处造型别致的微缩景观当中，与微缩景观对话，还能进入由各个小关卡组合而成的小世界里探索。那难道说我们还有一些神奇的2项乐园的小秘密藏在里面？那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新鲜感，不剧透更多了，就请各位开拓者亲自到游戏中进行体验吧。好，我还留意到刚刚的关卡里啊，好像到处都能捡到一些金币。你看那就有一个，它们有什么用呢？有的，我们能在娱乐广场的商店中用金币兑换一些小奖励，比如头像之类的。商店里的奖励也会在后续版本中持续更新，玩越多赚越多啊，还能拿奖励，那我更要猛探索2次元了。是的，那在探索2次元之余，开拓者还可以与朋友们来上一局轻松愉快的银河战力岛。银河战力党，这又是什么？把银河里的名人放在一起，评个战力，从航到拉？不是，这可是2项乐园。光是战力评分那也太不欢愉了，对吧？银河战力党是一款基于2项乐园民间对宇宙各路传奇人士的认知创作而来的桌面卡牌游戏，在2项乐园非常流行，就连欢愉酒馆里也有好多人在玩。我们可以跟这个世界中的很多角色或者是 NPC 啊进行交互，抓他们一起打牌。这不就是那个最经典的任务做到一半，别急，我先来把牌。看来你很懂吗？就是这样。那我看这些卡牌都做得好漂亮啊。到底该怎么玩呢？有什么牌组之类的说法吗？其实规则非常简单，每张卡牌有着各自的技能和属性。每局开始，我们也只需要上场1张卡牌，先丢骰子摇点数，满足特定需求的骰子组合，就可以让技能生效。几轮攻防下来，对方生命值归0，就算你赢。感觉这个整体节奏还挺快的，可以随时随地来上一盘，速战速决。那在4.0的版本活动上头了战力党中，开拓者就可以和我们的新老朋友一起体验这个轻松快乐的银河战力党玩法。通过这个活动，开拓者可以集齐银河战力党在4.0版本上线的所有卡牌哦。太好了，我们收集党啊就喜欢这个。瑶光将军也爱玩这个吗？作为玉雀杯牌艺大赛幕后组织者兼多届魁首，我觉得他喜欢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确实，虽然是出差啊，但看得出来姚老板对这次行程已经乐在其中了，很上头啊。除了瑶光将军之外，还会有其他的新朋友以及贝洛伯格的一些老朋友会在活动中出场。
在这儿也就不多展开了，请大家自己在游戏中体验吧。好，真是非常期待跟大家一起打牌呀。那除了这个世界丰富的游戏体验之外呢，还有一处特别的杂志社，里面有一群狸猫在苦等开拓者的到来。哎，这就是我们刚刚见到的那个《离离周刊》的编辑总部吗？没错，这群狸猫想拜托开拓者来拯救濒临倒闭的杂志社，成为他们的新任老大。可不是嘛，这开拓者再不来，杂志社的公共财产要被一小部分坏狸猫偷偷给卖光了都。哎，不是，怎么还整得这么凄惨呀？我来解释一下，毕竟在一个流量的世界里，媒体竞争很激烈。这家小杂志社呢，原来也写过一些黑稿啊，请过水军什么的，积累了不少仇家，经营出现了不小的问题。啊，这样啊，那请我们来做社长，是要帮他跟仇家打架吗？哎，不，我们还是和气一点。想办法呢，用杂志的销量战胜他们。我建议啊，先从经营门户网站开始，用一些震惊体的标题抢夺流量，制造爆款，这是最基本的手法。而开拓者社长作为幻乐游戏的热门参赛候选，幻乐游戏的第一手独家消息，也是绝佳的新闻素材。离离记者们会持续追踪幻乐游戏，发布阶段性赛报，还会对当期热点角色进行专访，在制造热度方面打出一套组合拳。哦，哎，那这个版本是不是能看到火花跟瑶光的专题报道啊？没错，这些专题后续的版本呢，也都会持续进行更新。离离们在追热点上是非常专业的。那我就放心了，杂志社复兴指日可待。除了大型专题，杂志社还可以挖掘二维市的各类本地生活热点，带粉丝种草、拔草、探店必吃榜等等。你会看到一份份经你之手，引领二项乐园潮流风向标热帖的诞生。是的，作为社长，开拓者也并不是单打独斗，你可以亲自面试离离员工，让他们成为你的贴心助手。当然，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刁难他们，比如说给狸猫出题，让他们给5个领导分4杯水什么的，或者是抓住那些逃班的狸猫开展批评教育。批评逃班员工那还是正义之举嘛，不算刁难。哎，我看这儿还有一台电脑，这个是做什么的呀？打开电脑，你可以便捷地浏览到二维市最近有哪些热点，比如说有关于换造种的求助啊，或是都市奇谈等等。选择感兴趣的热点信息，开拓者们可以前往线下参与实际调查了，并且发布一手新闻。懂了，支线任务跟探索事件的集合入口是吧？哎，不知道玩什么的时候就直接过来看一看，就能一箭之搭。随着离离报社的逐步升级，做大做强，也能获得许多的奖励。努力和狸猫们一起成为二项乐园最时尚、最潮流、最八卦的新媒体吧。是时候让离离周刊扭亏为盈了。好。而为了让开拓者尽快熟悉二项乐园，狸猫们也整理了一个二项乐园的必玩宝，跟随指引完成任务进行打卡，还能将更多奖励收入囊中。好哎，能玩的东西的确很多，这下可以一次性玩个够了。哎，慢慢来，不着急。那接下来再看看大型玩法的更新，在 4.0 版本，货币战争零和博弈将迎来首次扩充。太好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货币战争，确实很需要了。这不就来了，本次扩充中，晋升等级上限提升到了110级，开拓者将可以获得更多奖励，最高职级也开放到了 A830可供挑战。本次扩充中，大丽花、瑶光、火花将会加入货币战争，他们将会作为新员工提供全新的对局体验。还有 4.0 版本的新角色呀！这么说，开服当天就能在货币战争里体验到火花了？是可以的。这3位角色呢，会在 4.0 版更当天加入，当天就能玩到。随着新角色的加入，部分羁绊的效果也会有所更新，会带来更多的体验。比如在瑶光和火花加入后，我们最高可以组成8战绩点羁绊，届时抽到大奖和特别奖的概率将会额外提升。火花的角色赋能会使它拥有一个专属的欢愉技，对局中使用不同等级的金矿砸向敌人，并有可能为队伍带来更多的金矿奖励。好热闹啊，还能开出彩矿啊！哎，我现在就想试试这个新队伍了。仙州羁绊也会因瑶光的加入带来队员上的调整，期待开拓者在游戏中体验了。除了新增的角色之外，本次货币战争还增加了专家顾问的全新机制，加拉赫、青雀、庭云会成为 4.0 版本的专家顾问，他们各自拥有专属的投资环境或投资策略，会为对局提供独特的玩法效果。是的，他们初始并不会出现在商店的刷新中，但通过投资环境、投资策略或者专家邀请函招募他们，
就能够正常的在商店中购买它们了。专家返聘。对的，他们拥有之前所属的羁绊，一样可以升星带装备的。那本次扩充呢，更新了总计39个投资环境与投资策略，比如白鹤的轮回不止啊，青雀的摸个鱼吧等等，会带来一些有趣的新体验。部分角色的羁绊、费用、站位和赋能也都有所调整，一些羁绊和角色也获得了加强。开拓者可以查询后续公告，详细了解。哎呀，真是辛苦了，辛苦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啊！感谢2位老师带来的情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哎，这灯怎么回事？灯光老师。 Oh, the security you got here is not bad. Took me a whole 15 seconds to crack. Gotta be real with you. Your currency wars isn't half bad. I played the new update. Actually pretty fun. But it still wasn't satisfying enough. So I went ahead and removed the damage cap for a single hit. There. Just like that. You're welcome. Just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t's not a bug. I did that. Don't give the programmers a hard time. Bye-bye. 等会儿，刚才那个是银狼？好像是他，没错。哎，不过他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哎，你代码让人黑了，你知道吗？我刚知道，我现在打电话给安全组。先别了，二次元信号也不好，我们还是把前瞻节目做完再说吧。好吧，在 4.0 版本，插分宇宙千面英雄也增加了双倍拟合值和洞察模式，帮助开拓者更快速地获取奖励。是的，插分宇宙千面英雄即将解体，大家记得尽快领取奖励哦。那么，随着开拓之旅即将踏入2项乐园，我们经常使用的日常系统功能也迎来了一波优化。首先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委托派遣，从 4.0 版本开始，可以随时收取物资，随时进行派遣，不再有固定时间限制和角色限制。太好了，有时候上线一看还差一点点时间啊，确实很难受。以后就方便多了。是这样的。除此之外 ，4.0 版本还新增了仪器词条属性预览功能。所有仪器都将可以直接看到未激活的属性词条，真不错。要不要强化变得更加直观，不用再加3堵词条了？是的，编队系统也会进行优化，开拓者在借朋友的角色支援时会更加的方便。车厢内的留声机呢，也会新增一些白噪音音乐，玩累了的时候也可以在星穹列车上静静的发呆休息一下。没错，系统优化就是以上这些了。我们也会持续努力，让大家的游玩体验更加舒心。好嘞。感谢各位老师的介绍啊！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2项乐园去体验这些新内容了。哎，我知道你很急，不如我们现在就把你送进去吧。啊？怎么进啊？来，看看这是什么？好诱人的水果呀！这啥呀？这是？还能骗你不成啊？哎，走。你好呀，2次元好玩吗？哎呀，陈老师，别好玩不好玩的了，我键毛卡住了，快来帮我一来！哎呦，卡死我了！哎呀，多亏你了，陈老师。哎，你真是辛苦了。哎，那边有一个老朋友在等我们，要不我们去看看吧？哎，好，走吧。嘿，阿成老师，主持人，我等你们好久啦！哎，开拓者大家好，我是你们老朋友大伟哥。大伟哥好，大伟哥好久不见。哎，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啊，就看到这些东西摆在这了。说不定是阿哈的礼物。有可能，那一定都是好东西，我们开开看看吧。哎，这是第一个。首先，2项乐园的开拓之旅即将启程，大家可以通过乐园之礼签到活动领取10连抽。当然呢，
在4.0版本寻星之旅也是一如既往，开拓者登陆签到即可获取10连抽。好，这个我先替开拓者收下了。我开始期待第2个箱子的内容了，我们赶紧来看看吧。哦，这是一份很特别的礼物哦。哦，是什么呢？在4.0版本，阮梅女士新增了一套全新的时装，我们一起看看展示视频吧。感觉这套时装啊，特别适合阮梅女士，能很好的展现出她雅韵的气质啊。有一种冬末春初冰雪渐融的美。是的，正如梅花总在岁末年初绽放，我们希望与开拓者一同迎接新气象，开启新一年的篇章。在4.0版本期间，开拓者只要登录游戏即可免费获得这套精美的时装。太好了，能直接免费获取。没错，大家记得来领哦。我觉得这身崭新的衣装啊，也是一份非常美好的祝福。没错，那么春天快到了，我们的星穹列车也即将鸣笛，继续前行了。我一直惦记着呢，不用你们指。哎，第3个箱子感觉好重呀，里面好像有很多哦。里面这不是瑶光的集签，来，瑶光的集签，吉祥如意啊！我也来分一点，讨个好彩头。嘿嘿，哎，喜迎新年，姚老板祝大家福气满满，财运不断，集签常办。他向开拓者送出了5张载满好运的集签。从4.0版本更新后，开拓者每天都可以翻开一张姚老板的集签，里面不仅包含着喜气洋洋的祝福，开拓者还能获得固定的星穹奖励，总共累积1600星穹。感谢姚老板的红包，大吉大利！感谢姚老板，福星高照，万事皆有好彩头。活动期间还会有极小概率获得超大彩头，额外获取100张星轨专票。姚老板祝愿开拓者一切顺利，万事如意，顺顺利利。那么新年新气象，当然也要配上新的精神面貌。我们的开拓穿搭也迎来了一波上新。首先呢是开拓者的全新时装龙马精神。哎呦，这个红红火火的配色看着就很喜庆嘛。确实能很好的展示我们焕然一新的精气神儿。当然呢，除了祥瑞满满的新衣服，更要有好彩头。开拓穿搭的头饰也新增了不少选项。哎，这不是火花直播间的爆款花花兔和火吼菇？戴上这个头饰的开拓者，现在一共有6只耳朵。没错，感觉很适合作为主播火花的粉丝应援周边呀。确实，还有可爱的小浣熊面具，以及2位式特产一只造型独特的小蝉铃。哦，对了，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头饰，可以看到啊，面对卡夫卡的温柔嘱托，开拓者的思路正在加载之中。这个虽然人还在啊，但是感觉思绪已经掉线了好一会儿了。这个我喜欢。以上开拓穿搭的获得方式，请开拓者关注官方资讯。好，那么到这里，我们的等一下，我们还漏了一个盒子呢。哦，对，我的思路也掉线了。来，哎呀，这么大的盒子。哦，这里还有一份来自2项乐园的入园礼物。4.0版本登录游戏，开拓者可以在景园、卡夫卡、单痕影月、净流、花火、黄泉、沙金这7位角色中选择其一，免费获得。好耶，免费获得，记得来领哦。愿这位伙伴能陪伴开拓者在接下来的旅程中一起书写更多星辰的故事。我们开拓之旅的前方一定会有更精彩的风景。没错，还有无数未知的世界在等待着我们。那对我来说呢，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一颗新的星球，但是那种期望着到达一个新世界、认识新朋友、展开新故事的那种雀跃心情啊，还是一如既往的。没错，对于久别重逢、重新踏上开拓之旅的开拓者呢，也有一系列的更新，能让你的回归之旅更为便捷和舒心。2星乐园的故事也可以直接通过周末世界开启，立刻体验到4.0版本最新的内容。顺着过往的足迹，欢迎开拓者重返星穹列车。同时4.0版本预约活动现已开启，星际和平公司正在寻找2星乐园的欢愉奇台、超欢愉王决定战、火热开赛等你挑战。立即扫描画面上的2维码前往预约啊，还有机会获得星穹、实物奖励等奖品。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则有趣的联动消息，让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命运的丝线已悄然交织，星河猎手即将抵达堡垒之夜的战场。在4.0版本内，卡夫卡和刃将突破次元壁垒，作为全新角色外观入驻堡垒之夜。那么更多详情请留意后续社媒公告，敬请期待吧。那么到这里，崩坏星穹铁道4.0版本前瞻特别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些关于后续版本时间的信息要带给各位开拓者们。对的，我们4.0版本确实晚了一些时间与大家见面，感谢这段时间各位的支持与耐心等待。但在星穹列车的全速航行下，4.2周年庆版本将会如期到来，恢复正常的更新节奏。4.1版本的持续时间将随之有些调整，开拓者可以关注官方公告了解更多信息。各位开拓者，我们的星穹列车即将跃迁，抵达下一站2项乐园。期待各位来体验，创造属于你的欢愉时刻，收获独属于你的惊喜与欢笑。各位开拓者，我们2项乐园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记得来玩哦，记得来玩哦。Warning. Inter-astral threat level monitoring shows abnormal fluctuations. Did you find the source? Warning. I'm logging on now. It's the Stellaron Hunters. What? Tell Pearl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Punklord's esteemed wolf is back.